乱是个很不好的事啊，那会失去为人的信用啊。陛下对伦常的处置将会影响人心呐，要谨慎。驯龙大师魏征又开始教育李世民了。就在刚刚的两仪殿内，李世民跟尉迟敬德对坐饮酒聊天。然而聊着聊着，李世民顿时兴起，就想把高阳公主许配给尉迟恭，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尉迟，我想再嫁一个女儿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一听这话，尉迟敬德直接懵了。要知道自己可是比陛下都还要大14岁呢，怎么能和他的女儿成婚呢？这实在是有违伦理啊！因此阿德就以糟糠之妻不下堂为由婉拒了李世民的好意。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可是古人说父不易妻呀，陛下想嫁女儿给我，这可不是我的愿望啊。然而话虽如此，但李世民却没打算放弃。可就在他想继续劝说尉迟恭时，丞相魏征突然走了进来。聪明的尉迟敬德便知自己可以开溜了，于是表示陛下是不是要和魏征商量国家大事，我这个武夫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接着就拱手逃离了这是非之地。而魏征坐下后却没先谈正事儿，反而是先指责了李二刚刚的骚操作。你与尉迟恭论辈分应该是平辈之交，你怎么会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的老哥哥呢？难道你就这么想当他爹吗？这样不好吗？魏征无了个大语，那你俩以后见面怎么论？你叫他老大哥，他叫你老丈人；你叫他姑爷，他叫你老弟吗？这他喵的可是违背伦常啊！我弄不懂伦常，太复杂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臣在门下省得知，陛下要立皇后。是啊，我那皇后走了，我总要立个皇后啊。原来长孙皇后刚刚病逝，李世民便想立杨妃为新皇后，但这位杨妃曾是他四弟李元吉的老婆，也就是李世民的弟妹。自从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获胜后，杨妃也直接被他纳入了后宫，而这种有违伦常的事情本来影响就不好，如今李世民还要将她立为一国之母，如此你让天下人怎么评价你？因此谏臣魏征率先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。草原18部的人，帝死后兄娶弟媳，不为礼法。北朝以来，柔然、鲜卑、草原18部与汉人相混杂，习俗互相影响，伦常孝18部族不算特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。何况杨妃在玄武门的时候有功，李贵妃为后有什么不妥的？魏征表示这太不妥了。要知道，丽贵妃和丽皇后乃是两码事儿。你把弟妹封为贵妃，天下人不会说什么，因为这属于后宫的事。但皇后乃一国之母，所以丽皇后是国家的大事。况且杨妃是你李世民的弟媳，这是天下人皆知的。而你这位大唐的一国之君不以身作则，反而带头乱搞的话，那整个大唐起步都要乱掉。因此，你应该还是避嫌的好。中原人对伦常是很在乎的，乱是个很不好的事啊，那会失去为人的信用啊。所以孔子说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就是说朝廷中的君臣好比人伦中的父子，父子的伦常不能改变，就如君臣的上下不能改变，臣一定要做君，就是陛下很熟悉的谋反。而且立杨妃为后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麻烦，倘若你真的立杨妃为皇后，那杨妃的皇子就成了嫡子，万一长大后同样为嫡子的他不服李承乾这个太子，您又怎么该去处理太子之位呢？到时候不管谁是太子，以他嫡皇子的身份都不会善罢甘休，保不齐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，就问你受得了吗？陛下对伦常的处置将会影响人心呐，要谨慎。好。魏征的一番话点醒李世民，决定不再立杨妃为皇后，并且还要将自己和杨妃的儿子过继给李元吉。魏征直接懵了，这反转来的也太快了吧！不立杨妃为皇后，做对了，但是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自己的弟弟，从母亲的血缘还是有些做错了。然而魏征不知道的是，李世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杨妃的儿子根本不是他的，而是李元吉的遗父子。之前不公开是怕引发朝堂动荡，现在过继给李元吉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解决完立后之事，李世民便出宫来到房玄龄的府上。上次因太子误射进宫之事，盛怒的李世民便将房玄龄罢了官。事后李世民也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，于是亲自来请这位重臣出山。见此，老房便携一家老小赶忙跪拜相迎，都说好夫妻没有隔夜仇，真兄弟一笑解心忧。李世民也不矫情，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：玄龄，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12年前的今天，和朕在一起的人，朕永远不会忘记。陛下，跟朕回宫去吧。是。而为了让房玄龄上班专心致志，李世民还关心起了老房家的家事，声称你俩儿子岁数都不小了吧？现在有没有处对象？
房玄龄听后很是尴尬，虽然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但出身寒微，大姓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房家，最近正在托人找关系，想让我家大郎与长安卢家定个亲。什么？在长安还有你不容易的事儿？这卢家是大姓啊。什么大姓不大姓？李世民听着就来气，这些跟朕一起打天下的功臣，居然在大姓面前抬不起头。于是李世民一想，上午给尉迟恭一个公主，他没要，那我就把高阳赐给你家老大吧。太好了，陛下！臣应下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老黄的大公子房一直却不要。那皇族的公主哪个伺候得了啊？人不是说了吗？世上2件难事，陪太子读书，做公主驸马。我不想委屈自己。房遗直的坚定拒绝，却让老父亲很为难。毕竟皇帝赐的婚姻，谁敢轻易反悔？而房遗直小脑瓜一转，直接实力坑毙。老爹，你看我二弟一爱不是拼了命的往魏王府钻吗？不如让他替我娶了魏王的妹妹，让他亲上加亲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房玄龄听后觉得言之有理，可他又不敢直接跟李世民说，于是就找到了皇帝的大舅哥无忌来帮忙。我家大郎遗直，他不敢迎娶高阳公主啊！长孙无忌听后瞬间就变了脸，便斥责他是不是疯了？那可是大唐的公主，不是拼夕夕的活，你说退就退，你想换就换，咱皇上那可没有7天无理由的制度。太随便了吧？不。然而这时长孙无忌突然话锋一转，帮你说说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他有一个要求作为交易。你如果真心的辅佐好太子，我就替你劝陛下把高阳公主许配给你家二郎，我们说话算话。在长孙无忌的发力下，李世民没有太多的犹豫，同意将高阳公主许配给了房遗爱。然而这许配公主的事刚定没多久，魏征却又来怼李世民了，只因李二过于溺爱他的次子李泰。玄武门的事情已经过去12年了，陛下难道希望大唐世世代代都有一次玄武门吗？